拖延了4个月的时间，佩洛西的亚洲旅行终于开始了。身为美国3号人物，佩洛西这次行程可谓是全球焦点。毕竟身为美国重要任务，亲自下场访问多个国家，颇有春秋时期合纵连横的感觉。这次出行肯定是带有重要任务的，要不然也不会在处于风口浪尖的时刻，高调宣布访问日本、印度尼西亚以及新加坡等。而真正让他处于焦点中心的原因，莫过于有意访问台湾。国会大佬出行，美国海军更是紧急动员，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立马结束了新加坡访问，正在火速从新加坡北上。按照现在的路线推测，前进的方向有可能就是台湾附近。其实佩洛西早在4月份便宣布访问台湾，结果因为疫情耽误了行程。如今佩洛西再次宣布访问亚太地区，他本人访问台湾的意愿坚定而强烈。如果此行顺利，那么佩洛西将会是自1997年以后美国国会中访问台湾级别最高的官员了。上次访问众议院议长访问已经是25年前的事情了。要知道，在美国总统继位顺序中，众议院议长是继美国副总统之后的第2顺位继承人，所以佩洛西称得上美国真正的3号人物。所以此前已经公布了一些行程，但也只是透露了日本、印度尼西亚以及新加坡，而访问台湾尚未列入官方日程表。佩洛西也以安全为由拒绝讨论此行的星系行程。不过，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麦考尔在加州采访时透露，佩洛西邀请他与民主党众议院米克斯一同前往台湾，成为首位公开证实佩洛西确实有访台计划的人士。佩洛西的专机是从美国东岸过来，从夏威夷往西飞到冲绳，沿路的美国战斗群也会在中途部署护航，有可能会动用2个航母战斗群。据说佩洛西已经在7月30号凌晨乘坐 C-40A 公务飞机出发，此次亚洲行首站将会是日本。与此同时，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也在26号结束新加坡访问以后，火急火燎地朝着东北方向航行。美国媒体表示，为了保障佩洛西的安全，五角大楼正在执行一项安全计划。当佩洛西继续访问台湾的时候，美国军方将会增加海军在印太地区的部队和资产调动，包括军舰、战机、侦察设备以及其他军事系统，为佩洛西飞往台湾和他抵达台湾岛时提供重叠的保护圈。这项计划将会由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亲自制定。同时，在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快速航行的过程中，美国空军的一架 RC-135V 侦察机也在7月27号从澳大利亚达尔文皇家空军基地出发，飞行数千公里进入南海。根据飞行跟踪平台 Flightradar24 显示，这架侦察机是在1天前刚刚抵达澳大利亚达尔文基地。一般来说，美国空军的侦察机很少会从这个方向进入南海，通常都是从驻日美军基地起飞。而此次 RC-135V 侦察机刚跑到澳大利亚，然后很快又从达尔文基地起飞前往南海。一方面有可能是为了协助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的行动，对有关国家在相关海域的部署和调动进行侦察；另一方面有可能是为 B-2 轰炸机下一步行动趟路。在7月上旬的时候，2组4架 B-2 轰炸机为了支持太平洋空军空炸机特遣部队的部署，在多架 KC-135与 KC-10 加油机的支援下，来到澳大利亚安伯利皇家空军基地。这种部署对于美军来说并不常见，因为 B-2 轰炸机的数量比较少，自身也比较娇贵，所以美军通常都是以较少数量进行部署。这些 B-2 轰炸机到了澳大利亚之后便开始了训练。如果进行长航时训练，一个较为可能的方向就是南海方向。RC-135V 侦察机先走一趟，对航线周边的雷达部署进行摸底，然后为 B-2 这种隐形轰炸机规划航线提供数据支撑。而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是在5月8号离开了日本佐世保港，开始2022年度战斗部署前的准备，并在6月参加了在菲律宾海举行的勇敢之盾演习。7月中旬从菲律宾海通过巴拉巴克海峡进入南海，
并先后在南海进行演练。该舰22号抵达新加坡进行访问，并在26号迅速离开。此次里根号航母打击群编队序列包括里根号航母、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和蒂皮卡诺号补给船。截至28号9时许，蒂皮卡诺号补给船已经航行至越南以东洋面。美国航母压缩行程，在新加坡进行休整后，立刻去执行新任务。这个新任务不排除是为佩洛西可能访问台湾进行保驾护航。除了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以外，美国还有2艘准航母部署在日本，理论上可以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提供策应的黎伯里号2栖攻击舰，当时位于日本冲绳。这艘军舰于5月2号离开加州圣迭戈海军基地，单独部署到西太平洋。该舰满载排水量 4.5 万吨，搭载20架 F-35B 闪电2联合攻击战斗机。这次部署用于评估海军陆战队的闪电航母作战概念，也就是通过搭载 F-35B 闪电2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隐形战斗机，使其具备航母的部分作战能力。F-35B 虽然在 F-35系列战机中航程、载弹量等主要技战参数较低，但对于非隐形战机仍然有优势的黎伯里号2栖攻击舰是距离台湾岛最近的大甲板水面舰。美国号2栖攻击舰目前正在日本佐世保港，它是美国海军唯一一艘前沿部署的2栖攻击舰。同样可以部署 F-35B 战斗机，能够摇身一变成为一艘闪电航母。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是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9号舰，也是美国在进入21世纪以后第一艘成军的航空母舰。与前面服役的尼米兹级航母相比，里根号进行了多项改良。外观最明显的就是舰岛进行了重新设计，原本位于舰岛后方的独立桅杆取消，改成了一座与舰岛整合的塔状桅杆。位于后桅杆上的 ANSPS-495 雷达改置于舰岛后部上方。位于主桅杆顶端的 ANSPQ-9A 追踪雷达则被更新型的 ANSPQ-9B 取代。先前服役的同级船舰回厂大修后，主桅也都陆续更换为与里根号相同的型号。不过其桅杆上配置的雷达和感测系统则与前几艘同级舰相同。此外，舰体改用新的球匕首，这是尼米兹级航母首度采用的新设计。这项设计可以提供舰首较佳浮力，能够改善航母的航行品质，减少动能损耗，提高舰载机的运作效率和可靠度。里根号的飞行甲板与相关设备也得到改良。在航母内部的改良方面，里根号配备有先进的整合指挥网络，修改空调和部分舱间配置，改良核动力系统等。其中的整合指挥网络可将装备控制、导航、通信与其他系统都整合在一起，而大幅提高直管效率。美国海军的第7舰队就是以里根号航母为核心，隶属于美国海军太平洋作战司令部，平日的作战指挥部设在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舰队也主要驻扎在日本。这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战略支撑力量，同样也是太平洋地区爆发战争时美军能够调动的最大一支机动性作战力量。早在2战以后，美国海军的太平洋舰队就始终有一支航母打击群，以日本横须贺海军基地作为母港。最早的时候是小鹰号，之前是华盛顿号，而现在变成了里根号。另外还会有一个以佐世保为母港的2栖戒备群，目前是以搭载 F-35B 的美国号2栖攻击舰为核心。这一个航母打击群，一个2栖戒备群，再加上以关岛为母港的核潜艇，就构成了第7舰队的常备作战力量。这是美军驻东亚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支战略部署舰队，是可以用于干涉东亚地区的桥头堡。这支舰队成立于1943年，前身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杂牌部队，也就是由麦克阿瑟领导下的西南太平洋海军部队。作为美军最大的海外前沿投送部队，第7舰队任何时候都能保证拥有40艘作战舰艇、200余架作战飞机，以及2万余名水面和水下战斗人员，其中包括部署在日本和关岛基地的军事力量，以及轮流部署在美国本土
土的作战部队。作战活动辖区主要包括太平洋、印度洋和阿拉伯湾。虽然距离美国本土17700公里，但在其所辖的各战斗部队司令部的支持下，第7舰队仍然忠实履行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3大基本要素的职责：威慑、前沿防御和联合作战。集中主要兵力兵器对敌实施重点海上封锁，是美海军传统战役指导原则。美国第7舰队拥有近60艘主要水面作战舰艇，这里面包括1艘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里根号、1艘蓝岭号2栖攻击舰。除了这2艘作为舰队绝对核心主力舰以外，还拥有着最少4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以及20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作为护航舰艇的主力。另外，第7舰队还有6到8艘登陆舰和10艘综合补给舰，为这支舰队进行远洋部署时提供后勤保障与辅助作战。除了强大的水面作战力量之外，第7舰队还拥有6艘攻击型核潜艇，保证舰队强大的水下作战力量。里根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舰长332.85米，飞行甲板宽78.34米，标准排水量97000吨，装备2座核反应堆动力系统。主要舰载机为36架 FA-18EF 战斗攻击机，12架 FA-18EF 双座型，4架 EA-18G 电子战飞机，4架 E-2D 预警机，4架 SH-60 海鹰式或 MH-60 黑鹰式多用途直升机，总计约85架。后续可能会换装 F-35B-C 雷电隐身战斗机。主要自卫武器为2座 Mk29 防空导弹发射装置，2座 RIM-116 防空导弹发射装置，3座20毫米 Mk15 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2座3连装324毫米鱼雷发射管，主要用于近程防空反潜，1艘蓝岭号指挥舰，满载排水量18372吨，舰长194米，宽25米，指挥部人员190人，是第7舰队的旗舰。4艘提康德罗加级导弹巡洋舰，舰长172.8米，宽16.8米，满载排水量9957吨，采用4座 LM-2500 燃气轮机，全舰舰员340人，其中军官24名。主要武器2座 Mk4554 倍镜舰炮，16座8连装 Mk41型导弹垂直发射系统，2座4连装 Mk141鱼叉反舰导弹发射装置，2座 Mk15 Block 1AB 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2座 Mk38 Mod 1 25毫米机炮，2座3连装 Mk32 324毫米鱼雷发射器，搭载2架反潜直升机。4艘阿利伯克级1型导弹驱逐舰，舰长153.77米，舰宽20.4米，满载8850吨。主要武器1门 Mk45 舰炮，12座8连装 Mk41垂直发射系统，装弹量前29枚后61枚，可装填标准 SM-2 防空导弹、战斧巡航导弹、垂直发射火箭助飞鱼雷，2座4连装 Mk141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2座 Mk15密集阵近程防御武器系统，2座3连装 Mk32鱼雷发射装置，无舰载直升机。5艘阿利伯克级2A 型导弹驱逐舰，舰长155.29米，舰宽20.4米，满载排水量9238吨。主要武器1门 Mk45 舰炮，12座8连装 Mk41垂直发射系统，前32枚后64枚，可以装填前行所有导弹，还可装填海麻雀 ESSM 短程防空导弹，2座 Mk38 Mod 2遥控机炮系统，2座3连装 Mk32鱼雷发射装置，拥有直升机机库2架 LAMPS-3 SH-60B 反潜直升机，3艘独立级滨海战斗舰，长127米，宽31.6米，满载排水量2784吨。武器系统为1门 Mk110型57毫米隐形舰炮，2门30毫米舰炮和1套 RIM-116拉姆反舰导弹防御系统，可以搭载2架 MH-60RS 海鹰直升机。
或1架海鹰直升机、3架 MQ-8B 火力侦察兵无人机，单独搭载1架 CH-53海上种马直升机，或者2架黑鹰直升机、无人水面水下航行器、2具双联装鱼叉反舰导弹发射器或 MK-48 通硬型垂直发射系统，1艘自由级滨海战斗舰，长127.4米，宽13.16米，满载排水量3450吨，舰员编制70人，武器系统为1门 MK-110 自动舰炮，1座 MK-49 发射器，装填21枚 RIM-116 海拉姆防空导弹，2套 MK-44 型遥控舰炮等，可搭载1架 MH-60RS 海鹰直升机、2架 MQ-8B 火力侦察兵无人侦察机，还可运载2艘刚性充气艇。整个舰队能够调动的各类型战机为350架左右，能够投到一线作战的第4代以上战斗机数量就接近了100架，同时还有少量的 F-35战斗机第5代战斗机。第7舰队司令主要承担3个方面的工作：首先，在本土遭受打击或者联合军事作战的时候，该舰队司令可以被委派为联合作战司令部司令；其次，在日常活动中，第7舰队司令是其辖区内所有海军力量的最高指挥官；最后，第7舰队司令通常还兼任朝鲜半岛联合作战的海军总指挥。在有军事行动时，第7舰队司令可以节制辖区内所有盟国的海上力量。就这样的配置已经让第7舰队实力非常强了，关键是这支舰队还有协防的盟友呢。日本海上自卫队经常被称为第7舰队反潜反导大队，虽说被戏称大队，但按照兵力来算，日本海自那也是世界前几的，所以讨论第7舰队实力的时候，也不得不提一下日本海自。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忽视8艘防空驱逐舰、28艘通用驱逐舰、4艘直升机航母以及21艘常规潜艇。除此之外，第7舰队本身还是一个指挥机构，背后还站着负责东太平洋防务的第3舰队的，可以随时向第7舰队支援。按照美国海军的战略规划，如果西太平洋附近爆发有战争冲突，第7舰队会首先投入作战中。如果局势紧张，那么美国海军还会抽调整个第3舰队来加强第7舰队，能够把第7舰队加强成一个拥有3艘核动力航母、2到3艘搭载 F-35B 战斗机的闪电航母、40艘以上的大型水面舰艇和为数不多的核潜艇的超大型决战力量。到时，美国第7舰队将成为拥有至少2个航母打击群的强大海上力量。目前尚没有哪个国家海军能够和美国的2个航母打击群进行正面抗衡，所以美国海军第7舰队和第3舰队在西太平洋的威慑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所以，美国海军第3舰队绝对是东太平洋地区最强的海军力量了。这也是为什么海军会让里根号航母打击群来执行护送佩洛西了。你们觉得佩洛西最后会选择前往台湾吗？如果真的前往台湾了，东太平洋的局势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